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当下的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，也越来越讲究营养均衡，但维生素 D 缺乏是一个世界范围公认健康问题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与癌症和老年痴呆都有关系的营养物质，建议所有中老年朋友都收藏起来好好看看。约 60% 的成人都缺乏维生素 D。 据统计，全世界大约 30% 到 50% 的儿童和成人都存在维生素 D 缺乏，而我国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也较为严重。一旦缺乏这类营养素，不仅免疫力会下降，就连骨骼疾病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恶性肿瘤等各种疾病都可能找上门来。它在人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也许您的印象中，晒晒太阳就能补充维生素 D， 但事实上，大多数人对它的了解不够。缺乏维生素 D， 补再多钙都是徒劳。维生素 D 会影响钙的吸收。数据显示，当人体内有足够的维生素 D 时，对饮食中钙的吸收率高达 30% 到 40%。 但如果缺乏维生素 D， 人体对钙的吸收率就只剩下 10% 到 15%， 几乎减弱了2到4倍。这样一来，机体的骨骼健康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不过维生素 D 只有经过肝脏代谢变成谷化二醇，再经过肾脏代谢产生谷化3醇才能发挥作用。中老年人缺钙可能会导致多种疾病，主要有以下5种。1. 骨质疏松，缺钙时的骨密度降低，骨量减少，导致骨质疏松，引起骨折。2. 由于体内钙分布紊乱，血管壁钙含量升高，导致血管弹性降低，引发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，激发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等。3. 钙的代谢障碍与内分泌功能失调，可引起糖尿病。4. 关节部位可因缺钙而致抗病能力下降，易患风湿和风湿性关节炎、关节积水。缺钙还可激发骨质增生。5. 缺钙可使神经兴奋，造成失眠、肌肉痉挛、抽搐等，调节细胞生长分化。维生素 D 可以调节细胞生长分化，对白血病细胞、肿瘤细胞以及皮肤细胞的生长分化均有调节作用，有助于调控病情、免疫调节作用。维生素 D 具有免疫调节作用，是一种良好的选择性免疫调节剂。有研究表明，维生素 D 对于疱疹病毒等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。有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D 可以影响229个基因的活性，其中包括促进胰岛素细胞分泌胰岛素，帮助免疫细胞对抗感染，抑制恶性细胞增生等，辅助预防帕金森。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，维生素 D 可能对帕金森病起到缓解症状作用，但是关系尚不明确。一旦缺乏，将增加多种疾病风险。1. 恶性肿瘤，维生素 D 和恶性肿瘤相关，比如前列腺癌、肺癌、乳腺癌、结肠癌等。当缺乏维生素 D 时，这些肿瘤的发生风险就增加了。但如果能获取足量的维生素 D， 就有可能减少肿瘤的发生。2. 心脑血管疾病，如果缺乏维生素 D， 就会导致血管收缩、血压升高。当血压过高时，高血压症、动脉粥样硬化、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了。3. 糖尿病，当缺乏维生素 D 时，容易发生恶性糖尿病，且维生素 D 水平越低，发生糖尿病代谢综合症、肥胖的风险就越高。如何判断是否缺乏维生素 D？
可见维生素 D 影响着人体多个方面，然而很多人缺乏维生素 D 却不自知。一般来说，以下几类人群相对更容易缺乏维生素 D： 母乳喂养的婴儿，母乳中维 D 的含量较少。2. 很少晒太阳的人，太阳中的短波紫外线是维生素 D 合成的重要物质，很少晒太阳就容易导致维 D 不足。3. 老年肤色较黑的人，这两类人皮肤由于皮肤老化，黑色素较多，会影响维 D 的合成，特别是70岁之后，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仅是年轻时的1/4。4. 肥胖的人，肥胖者的皮下脂肪会与维 D 结合，防止其进入血液循环。5. 肝胆肾疾病、胃肠疾病患者，这些人群容易存在吸收及代谢脂肪异常的问题，导致食物中维生素 D 的吸收不足。6. 部分工作因素，加拿大研究发现，早班、上夜班的人群中，维生素 D 缺乏比例高达 80%。坐办公室的人群，维生素 D 缺乏比例为 78%， 而户外工作的人群，维生素 D 的缺乏比例只有 48%。如何判断是否缺乏维生素 D？ 可通过抽血检查来大致判断是否缺乏维生素 D。 另外，生活中经常存在骨头痛、肌肉痉挛等症状，甚至已经有骨质疏松等症，可以做个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查。2. 补充维生素 D， 坚持7个1。怎样才能将维生素 D 维持在正常水平，改善维生素 D 缺乏呢？1个日光浴，老年人每日在户外进行15到30分钟日光浴，可以轻度增高血液中维生素 D 的水平。如果日光浴在30分钟以上，血液中的维生素 D 可有明显增加。一份鹌鹑蛋，鹌鹑蛋的维生素 D 含量很高，卵磷脂和脑磷脂的含量比鸡蛋足足高出3到4倍。这几种物质都是高级神经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，经常吃有健脑补脑的效果，而且营养分子较小，更容易被吸收利用。一道香菇有菜干，香菇中维生素 D 含量是新鲜香菇的8倍，因为晒干过程中能提高维生素 D 的含量。此外，干香菇还能抗病毒、抗癌、降低胆固醇的功效。一条三文鱼、金枪鱼等多只鱼类能够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D， 每周吃2次鱼即可。另外，它们还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，对大脑和心脏的健康非常有利。而且鱼还富含瘦蛋白，如果不喜欢吃鸡肉的话，它是很好的替代品。一瓶牛奶，无论是全脂还是脱脂牛奶，都含天然维生素 D， 而且市场上许多牛奶还强化了维生素 D。一杯橘汁，橘子汁和牛奶一样，都能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D， 而且橘子汁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。 但是橘子汁不宜喝太多，因为它的含糖量也不低。一碗谷物、谷类食物，像燕麦、糯米、小麦、精米、黑米等谷类食物，都能够为人体提供定量的维生素 D。 比如早餐用牛奶冲泡燕麦，摄入的维生素 D 就会更多。如果调整饮食及生活方式，仍然不能维持正常维生素 D 水平，可以考虑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，尤其是婴幼儿、老年人、孕期和哺乳期妇女，以及平时日晒不足的人，相对更需要补充维生素 D。 但服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，你是否缺乏维生素 D， 又该怎么补充维生素 D？ 去咨询医生，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，万万不可盲目自行补充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
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